你们好哈，这是今天的2张牌，每一张牌后面都有5张塔罗，每一张牌我们都会仔细的去做解说。如果你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那如果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喽。来，我们来从选择第一张牌的朋友哈，然后我们这里面会有5张塔罗哈，5张塔罗牌都是五种讯息哈，要各自独立哈，所以我们会给你5种新恋人在哪里的一个征兆哈，你每一张都可以当成独立的讯息听。来，第一个是恋人牌哈。恋人牌出现的时候，它其实讲了一些情境哈，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在没有任何预期的一个午后啊，或是清晨啊，或是在路边散步的时候，你突然会觉得心跳突然加快，然后你觉得整个空气变得很柔软、很温馨、很窝心的感觉会都出来。所以那一刻其实就是那个恋人牌这张牌的运作跑出来了。它不是说这个恋人他现在已经在你身边了啦，而是因为他有另外一个好的能量正在靠近，两个人能量正在彼此靠近，所以这个感觉是两个人都会有的。所以这张牌代表说你们可能站在某种能量在交汇的一个岔路口啦哈，因为两个人的命运在靠近的时候是有所能量的吸引啦，所以会有一种熟悉的安全感会出现，然后会有一种未知的心理的悸动会出现哈，那就是新恋人差不多已经在附近，可是藏在一个我们还未解的方向里面。那恋人牌出现的时候，其实是在宇宙是在提醒你了，你的频率应该已经要准备好去接收彼此的共振了，或是已经在不知不觉在接受这个共振了。不是你需要去主动去追求谁，而是这份共振的能源来源在于你越是做自己，越是诚实的活出你自己想要的模样的时候，你们两个人的能量就会互相吸引。这张牌的能量来自风元素嘛，所以它代表的是某种空气中，整个意识中的一种交流、感应，还有思绪里面的一个碰撞。所以你们有可能会先在网络上看到彼此的照片，或是留言的时候，已经产生一些很简单的对话，可是你们心里并没有立刻意识到说就是他。然后有可能会在街角路上，然后再遇到这个人，这成为第二次的遇见，这样，他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感，或是他是在这样子一个的位置，在做一个暗示啦。所以这张牌比较像是说，你们两个在灵魂、心理上面的某种觉醒，突然很在意某些人，然后他在提醒你说，爱情这个不是去追逐的，不是或是等别人来拯救的，而是当你非常愿意诚实的面对自己、喜欢自己、展开自己、表现自己的时候，然后所有的爱的核心都只在自己身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心里会油然而生一种，其实我很渴望有别人也能够像我爱我自己一样爱着我，这样对爱的渴望就出来了然后也不会害怕被拒绝，因为你爱着自己嘛，然后也不会在爱里面假装洒脱、假装不在意敢爱敢恨，喜欢就表达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能量，很自我的能量，就产生一种很强的魅力，会把这个人吸引过来。所以，如果你最近，如果对于很多爱情故事有点心动，可表示那是感情是真的啦，就是你接触一些爱情的电影啊、影集啊各方面的，或是有些人你看到他，其实你还蛮喜欢的然后你有一种不错的感觉，不错的磁场在互相吸引，然后生活方式两个人在慢慢的靠近，其实这感觉也是对的，因为他有可能是朋友的朋友啊，或是工作上的遇见啊这样子，然后彼此其实有产生一些共振，只是都还没有进入到要表白或是有更明确的行动，那感觉都是真的因为恋人牌的能量就出现了。不过恋人牌是在考验某种内在的诚实啦，其实他出现的时候，他就是在问你说，你真的有要准备去爱了吗？那个新的关系出现的时候，它并不是只是一种爱情的浪漫它还有一种就是静止的感觉，它会照亮你，然后重新在最后的时候跟你确定说，你准备好了吗？你有的时候恋人还没出现的时候，我们都对于爱情的出现只有某种向往嘛。可是当镜子出现的时候，就会很着实的、很真实的跟你面对说，其实你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我们前面才说你要去准备好自己内在的那一种爱自己的能量啦，这样才不会怕受伤，才不会害怕自由
那其实这面镜子正是恋人牌给的一个礼物啦，它其实让你在这个机会再去确定一下自己去如何爱一个人哈，要多真实去爱一个人。所以有的时候新恋人其实并不远啦，只是还没有被你认出来。有可能就是在社群网络的一些好友名单啊、追踪名单里面，然后其实时常看到，只是你们还没有开始一些真正的对话啦。然后有的时候在朋友的交流里面，常常会听到这个名字，可是还没有出现在面前，还没有出现在现实里，这样。所以宇宙有可能会发现这样子的频率，然后尽可能的帮你们去安排很多对齐的时间，所以有可能会有巧遇，或是朋友跟朋友带来，然后遇见这样。所以生活里面，如果你足够的喜欢自己，足够的真实表现自己的话，它出现的时候，你也会很快的就展现。恋人牌所告诉你的某种选择性，就是我选择要把这份爱说出去，所以它出现的时候，你也会表达，他会表达。记得哦，我们这边一直说你，其实是你们两个是共振的，两个是对齐的，所以你想做的，他其实也会想做，因为两个会在比较对齐的位置，因为恋人牌的关系，你们会比较同步哦。然后他这边恋人牌也在代表说，当你们两个开始很接近的时候，开始如果真的有对话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奇妙的熟悉感，然后那个熟悉感会很亲近，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好像仿佛在梦里已经见过这个眼神，听过这个声音，还有某些场景、节奏、说话的内容都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就是恋人牌的能量。所以我们再看一下他问说这个人现在在哪里？其实我觉得也差不多就在整个能量范围的一个大圈圈里的半径里面了啦。你们彼此有在向彼此靠近哦，然后但是这个内心的这个吸引哦，主要还是我们刚前面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你有多喜欢自己，有多爱自己，有多着重自己，把所有的注意都注重在自己的能量哦。因为当你这么爱自己的时候，你会散发出一种魅力，就是我很值得被爱。所以在你们两个能量靠近的时候，才会互相喜爱嘛，互相对齐。因为两个人都有带着这样子的能量，所以他就会在很靠近的时候，就会一种灵魂的对话，就会说可以了，你可以来找我了。会有这样子我们听不到的一种空气中的语言，在灵魂里面会对话起来。所以命运的门就会在你们非常靠近的时候，就自然的打开，让你们两个靠近。好，这个就是恋人牌给的一个征兆。来第二个我们来看到皇后牌皇后牌这边讲新恋人在哪的时候，我觉得他讲的是一种你身上带来某种温柔的感觉啦。那温柔的感觉不是说气质或什么，而是你对人对事的时候是有一种温柔的力量。那你们在互相靠近的时候，应该会被这样子的气息互相吸引，因为这样的气息跟前面的恋人牌讲的，还有另外一个特别就是。它会让你越来越像自己，越来越像自己因为皇后牌在整个塔罗里面，它是一个很生命力很强的牌啦，它有成长啊、丰盛啊、丰盛的爱啊它其实不会去追逐爱情的啦，它会让一切是自然开花的。其实这里在说，你的新恋人正在靠近的时候，他不是被你的外在条件吸引，而是被你的那一种安心啊又真诚的。营造出来的这个个人的气质氛围所拉进来的，因为皇后牌里面带来的那种稳定柔软啊，又有一种很着实、现实的安定的感觉的能量然后它这个牌在讲的是说，爱情其实它不是一个偶然的风啦，它是一个需要细心灌溉出来的一朵花。所以你现在生活，如果慢慢的感觉到你生活开始有秩序了，有目标了。你开始只想照顾自己，专心照顾自己然后也开始有一些韧性然后能够学会拒绝不对的事情，然后也可以开始想要整理房间、换家具，让你的生活更干净、更整齐。这些小小的改变都是因为新恋人靠近的时候，你的能量正在整理。所以宇宙知道说，当一个人真正想要安定下来的时候，那个爱的磁场就会被人发现，然后会很清晰。当你出现在他的视野里面的时候，他会立刻发现是你所以皇后牌其实在提醒新恋人可能不会突然冲进去你的世界里，而是会出现在你慢慢变好的这个过程里面。他会被你的那一种慢慢变好的笑容所吸引不是说笑容慢慢变好了，而是你那种发自内心的变好的那一种引申出来的笑容会被吸引，然后也会被你对于生活的认真感动，被你这些气息气氛让人很想停下来安定下来这个温度打动了。
所以它可能会在你的日常生活环境里面出现，可能在学校啊、工作环境啊、常去的咖啡店啊，或什么地方待着休息的时候，或者是也有可能跟固定跟朋友共同聚会的一个时候，他会看到你，然后他不会特别去找你，因为你只要出现在他附近的时候，你的这个自然而然的喜欢自己变好的这个能量，就会很容易被他发现了。因为皇后牌本来就代表是一个爱自己的能量啦，所以当你对自己非常温柔，然后愿意照顾自己，很专注的享受饮食、吃、睡得好，打理自己，一切就打理自己了。那么这一个绽放出来的新恋人讯息会给你的新恋人收到，因为你也成为别人新恋人的那一个目标角色，就绽放出来了。因为在灵魂的频率里面啊，自爱就是一种很强烈的讯息，会吸引那些准备好去爱人的人。自爱的讯息就是告诉别人说，我可以值得爱，也是这样子的讯息。所以这张牌的讯息非常明朗啦。就是它正被你目前正在培养的那一种内心的平静，还有那一种美感所吸引。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怀疑我都没有特别努力啊，为什么有些人会喜欢我？可是皇后牌其实笑着回答告诉你啦，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你够温柔所以新恋人有时候看到的不是你的多完美啦，你也不用去急着去对整个世界证明你有多好，只要你愿意为自己笑愿意接纳自己的笨拙，不会去强颜欢笑，不会去强撑自己一个更美好，包装自己的一个那个外在，你只展现出真实的，那其实那就是一个很最大的魅力啦，很强大的魅力啦。所以皇后牌其实也代表一种人跟人之间的物理上的一个距离的缩短了。如果我们要讲距离的话，确实是有在缩短中，所以它可能会在你经常出现的地方啊、熟悉的团体里面那命运其实只是还没有安排你们的视野相遇啦。可是不用太担心这个东西，因为皇后牌只是走得比较慢，但是非常稳，表示路径已经走到了。因为皇后牌没有在求一份惊喜，而是求一步一步的让整个爱情故事发展到对的位置，所以皇后牌在整个氛围里面是非常柔和的啦，和恋人牌其实是有一些呼应的啦因为恋人牌比较像是去选择相遇的一个位置，然后皇后牌讲的是一种遇到之后如何去经营跟滋养这份关系，所以皇后牌其实在告诉你说，你其实，在爱情的路径上，其实你不是在等待的，你是一步一步的在喜欢自己，让自己慢慢变好的路径上，其实在创造这一份走到爱的那一个路啦。所以，新恋人在哪里的话，皇后牌的答案很简单，你正在走在一个被你自己的温柔照亮的路上，也许你还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然后他反而被你已经要走的那个方向，还有你的气息所吸引，所以对方开始感觉到孤单的时候，然后你又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你的这份温柔的能量其实会吸引他，让他想靠近啦，慢慢的靠近，自然而然的靠近。所以宇宙其实想让你知道说，爱情其实不是用竞争而来的，而是一种整个宇宙之间互相感应的一个频率，把彼此两个人互相拉近。尤其当你开始很在乎照顾自己，然后对外你很能接纳不同的人，接纳大家的错误，这样，那个人自然会对这份气质所走进来。然后，因为他需要的不是一个完美的恋人，而是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让他安心做自己的你。你在他在你眼前，他还是能够自在的做自己，这样。所以你不用去猜他在哪个城市，或是会不会出现，因为他正在被你生活中那一个安安静静的爱着自己的那种丰盛感所吸引。如果你是这样，请你把它保持下去就好了。因为皇后牌讲的是爱情是一种慢慢的回归到自然啦。那命运的发展有它的时间的节奏，这个时间也需要自己的呼吸的空间。你只要内在相信你变好，它就会靠近，用这个概念就可以了。再来宝剑一的逆位其实当宝剑一的逆位出现在新恋人在哪里的这个主题里面的时候，宇宙给的讯息其实带着一种雾气感。这张牌代表讯号被干扰嘛，然后真相还没浮出牌面。其实意思是说，他可能已经在你的生活半径里面跟恋人牌差不多，但你还没有看清楚他，或者更准确的说，你暂时还没有准备好去用心认出他。宝剑一讲的特别不同的角度我们来听看看
所以宝剑一本身的风元素啊，它关乎着某种思考啊、理解啊跟清晰啦。所以当它逆位的时候，这个风的能量就乱了，可能是你最近太忙、太焦虑，或者太想要知道答案，反而让能量变得很模糊哈。这张牌其实在提醒你说，新恋人不是你可以用理性去找到他的，他会在你放下对一切控制的时候，才会慢慢的靠近。其实我们很容易陷入一种想要确定的一个焦虑啦，就是我是不是该主动去找啊？我是不是遇到有点喜欢的人，我是不是该主动去传讯息啊？然后会很想确定是不是他啊？会不会就是现在的这个人，眼前这个人啊？其实宝剑逆位这张牌其实会微笑着告诉你啦，其实要慢一点。你不需要马上知道谁是对的人，因为现在的重点是让你的心安静下来。当你越想要分析爱情的时候，越容易错过它真实的一种呼吸的感觉。这张牌的能量，我觉得它蛮像是一个雾，但是是薄的，没有很重。你只要慢慢的走进雾里面，然后看不清前方，但是你的心仍然相信路的存在的时候，你的新恋人可能正在你不以为意的角度，或是你的盲角没有看的那些死角的地方，其实还偷偷观察你了。然后他或许是你社群上面的一个追踪者啊，互动的人啊，会留言给你的人啊，也有可能是朋友的朋友啊，或是时常在工作环境或是路上一个固定的路径，常常擦肩而过的路人这样。那其实他有可能看过你的笑容，也看过你发呆，然后只是还没有找机会跟你开口认识，有可能哦。然后在命运还没有给出他某种要往前的信号的时候，或是你也还没有释放出可以靠近的能量的时候，可能这个关系就是还没有开始。因为宝剑一的逆位也象征这种内在的自我怀疑啦。也许你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我是不是不够好啊？我是不是被整个世界遗忘了？”哦，那这些念头其实会形成某种我们刚刚讲的薄雾。它会让对方难以靠近，然后宇宙其实没有拒绝你，只是希望你先停下来清理自己的想法。因为爱情啊，爱啊，不该是在焦虑之中去追寻的东西，而是在清明的内心中自然的发生啊。所以宝剑一的逆位也反映出你与新恋人之间目前的频率还没有对齐。也许你是在经历某种情感的一个收尾啊，还没有准备好打开自己内心的一扇门哦。也许你正在专注着学业啊、工作啊，或是某种身心灵的内在的心灵的成长、自我的成长，还没有开始留出时间让新的能量进来。逆位其实有时候并不代表是一种坏事啊，而是说它可能是还没到、还没开始。好，所以你们之间的那个故事，我觉得在宝剑一的逆位，其实在讲说他还在排时间啦，只是宇宙先让你们两个人的距离先保持一个薄雾般的一个模糊，好让你有一些充足的时间，用更成熟的方式去迎接，然后先去清理自己、理解自己也好，把自己整理完这样。所以你可以想象说，你可能在清晨的时候在窗边，你看到外面，可是雾气还没有散，看不到那么远的地方，但是你知道太阳终究会升起来嘛。所以宝剑一的逆位的爱情讯号就是这样子哈，现在不是找答案的时候，而是培养你相信爱情的这个内在能量的时刻。你越能相信命运自己有自己的节奏，宇宙自己有自己的时间表的时候，那个人就越容易找到那个路径，找到你，往前找到你。主要是现在宝剑的逆位在干什么？自我怀疑有点太强了。所以也许你最近有一种心不在焉的感觉啦，然后滑手机常常提不起兴趣啊，聊天的时候也感觉到很疲惫啊。然后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对爱情失去了很多的感觉哈，这个其实不要太害怕，然后这只是一种能量在初期再重新启动啦，启动的时候在一个整理啦，它有点像是你电脑可能有点宕机有点慢的时候，你让它重开机，它会开的比较慢，它会比较整理，然后你在等待的这个时间的时候，感觉会有点缓慢，其实它时间没有变，是感受上变缓慢。好，是这样子的一个重整期，所以宝剑逆位的时候，宇宙通常都在告诉你说，要重置一下你的思考。它在让你忘记那种旧的你对爱情的一个旧的爱情逻辑，好让新的期待、新的邂逅会有一种全新的方式进入。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方式，可是如果你用旧的模式去逻辑去看的话，你可能会错过，会看不到。所以他现在就要告诉你，你要重启你的思考，重置你的思考哦。有的时候啦，新恋人不是不出现，然后也不是因为他不在，而是因为宇宙不想让你用错的角度、错的眼光或错的时间让你认出他、遇见他。所以，当你心里的焦虑
离开了，散去了，你会突然发现，原来那一个一直让你觉得有点特别的人，早就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只是你还没有意识到。宝剑一的逆位题在提醒你爱的清晰呀，你能看到爱情的那个清晰程度，来自于你内心的一个平静但你不再强求说它到底在哪里，它就会浮现在你的眼前。但你不再逼自己去懂得这一切，或是一定要去找到很多征兆或是讯息，确定去找到它的话，其实宇宙自然会在你的心里让你发现那一种清明的感觉、明朗的感觉。你会知道，其实就在附近，只是你让自己产生一阵迷雾，让别人没有看到你所以，如果我们这边问说新恋人到底在哪里的话，宝剑一的逆位其实在说啦，它就在这个薄雾的另外一端。只要你不再害怕，不再自我怀疑的时候，其实你很容易就认出他了灵魂心里会立刻感觉到就是他。然后我们再看第4张牌愚人牌其实愚人牌出现在新恋人现在在哪里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宇宙的回答，他在告诉你说，他正在某一个新的起点上面。他可能正在迈入一个全新的生活里，然后那一条路径上正巧会通往你的方向，你会遇到他。愚人牌是一切旅程的开始啦，它是没有包袱的，它是一颗开放的心。对你来说，这张牌意味着说，你的新恋人可能刚经历了一些生活上的变化也许刚搬家刚换工作刚结束旧的恋情，或是刚从混乱的生活里面重新站起来，重启新的位置了。他正在学习重新相信这个世界也准备重新打开自己。所以你们的相遇有可能会带着一个很高度的什么巧合，是一个转弯，一个错过的班次，一个意外的朋友的邀约，都可能成为你们相遇的命运的起点愚人牌它的能量很像一个清静的风，清风凉爽的风，午后的风。也像一个初始晨曦般的一种日出，或是一个刚点燃的火焰因为它让人会感觉到勇敢有所冲动，可是又很有 pure 的单纯，又很真实。这里在讲的是说，你们的相遇不是刻意的安排，而是更像是生命的一种自然流动这样的相遇通常会发生在一些很意想不到的地方，展览短途的旅行朋友的聚会或是你临时答应的活动然后那个人不一定是你平常等待的类型甚至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人有点奇怪，然后但是他身上会散发出某种很自由的心灵，很干净的思考，然后会有一种很让你自在放松的一种气质跟气场，跟他互动的时候会感觉到这些因为愚人牌也象征一种相信未来，相信宇宙的发展，相信宇宙的安排的一种态度。其实这张牌在提醒你说，不要太想去控制爱情的剧本当你放下我一定要做什么事情，或是一定要在什么时间才遇到谁的这个焦虑命运反而会开始为你操作。因为愚人的爱是没有剧本的，他不需要太多的分析，也不需要太多的防备，他只是在问你说，你愿意再相信一次爱情的出现吗？你愿意再相信你还能被爱吗？你愿意相信未来吗？他其实要讲的是这个因为对方的灵魂现在正在跟你一样准备重新出发。也许他也曾经受过伤也怀疑过爱但现在他选择不再背负过去的那些痛苦他想轻轻的走进某个人的生活，那个人就是你你们两个其实在这方面是对齐的。记得这个相信，愿意再相信是非常重要。所以这张牌在能量上像是一个即将交汇的一个风能量，两个人交汇的能量，你们之间的吸引力不是立刻燃烧的那种火能量而是一种命运刚好在对齐对上的那个瞬间，你们会感觉到，也会有一种共振、共同的经验那你们在遇到的时候，会发现说你们两个有很多相同的东西，就是你们过去的过往的经验是共同的、类似的，还有你们的幽默感、笑点相同、雷同。然后也可能同样正在摸索人生的方向的位置，然后那一份互相的理解会让你觉得这次的相遇真的是特别真实，特别巧遇感、巧合感非常重愚人牌的出现也是在暗示，也可能在暗示他现在还不在你的生活里面，因为他正在靠近的旅途中，可能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社群，或是在不同的圈子。那宇宙正在安排你们两个在相同的时间轴上出现。因为现在在愚人牌
因为它是一个0号的牌，它正在往上要开始出发，所以现在有可能还不在一起，可是已经差不多要往同样的路径上了。所以你现在不需要刻意的去寻找它，因为愚人牌走的命运的路径是时间到了，它自然就会出现。它的概念是这个，这张牌也给你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哈，新的人出现的时候，他可能不是你预期的，不是你心里期待的样子哦。所以你在你心里所想要找到那种样子、喜欢的类型呢，你这个方向可能就找不到它，因为它可能不是你心里那种理想型啦，但它会让你笑，幽默感很好，会让你觉得很放松。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它会让你很愿意做自己。因为愚人牌的这个带来的爱情能量很纯粹啦，是没有算计的，还有它没有规则，它会让你重新体会那一种第一次恋爱的心动的感觉。它不是带来安全感，但它会带来那一种飞起来的感觉，就是怎么讲，欣欣向荣的感觉，无限希望的感觉啦。所以宇宙其实在透过愚人牌在告诉你，刚刚我们前面问的一件事：你愿意为了爱再冒险一次吗？这个其实中间代表的是你愿意再相信未来嘛，相信爱会再出现嘛。其实愚人牌在讲这个，如果你的答案是愿意的话，那么你已经打开了跟这个新恋人的通道的连接。因为愚人牌的道路永远是属于那种勇于相信未来的冒险性的挑战的未知感的人啦。所以有的时候愚人牌的爱是有点初期是很混乱的，不按牌理出牌的。你可能会怀疑说，这样子真的是会成功吗？爱情会成功吗？因为很多都不在你的逻辑跟盘算里面嘛。但其实愚人牌其实是想告诉你说，先不要管结果，先相信开始，然后享受过程就好了。因为新恋人正走进你的旅途上，或是你正在走进他的旅途上，你也许还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但是宇宙已经慢慢把你们两个的脚步引到同一个方向了。所以新恋人到底在哪里？愚人牌说，就在一个新的旅程里面啦。只要继续往前，继续相信爱的可能，继续相信爱一样在往你这边走来的话，你们就会在某一个交汇点遇到了，不用太担心。再来命运之轮，最后一个命运之轮，来第5个讯息。命运之轮的出现呢，问在新恋在哪里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宇宙又在微笑的告诉你说，它正在命运的转盘上了啦，正在慢慢的转向你。其实这个结合了之前的那一个愚人牌所谓的慢慢的把你们走在同一个路径上的概念啦，所以这里抽到命运之轮是很好的。也许你们之间有一些隔阂，隔着时间，隔着物理上的距离，还有一些还没有重叠的生活圈啦，但是一切正在调整这个轨道，因为命运之轮是一个关于时机的牌，它其实这一张牌在补足愚人牌的那一个巧合性因为它是属于风火混合的能量，象征宇宙有某种推动力跟流动，意味着你们的新恋情不是不存在，而是还没有抵达，未抵达，就像已经启动的列车、火车正在途中，还没有进站。因为这张牌通常出现在命运开始要2个人同步的一个阶段，同步2个人的人生节奏的一个阶段。也许他正在经历改变啦、搬家或是转学、结束新工作、找新工作，然后离开一个旧的关系那你们之间可能在无形之中一直在自己的故事线，为了你们将要相遇来做准备，所以你就自然而然的发展你现在所有的故事线，不用特别去操弄成要去找爱情啦。因为命运之轮的运作方式非常特别啦它不需要你去努力找，其实今天的5张牌都在提示这件事，它不需要你努力找，有的东西已经安排好了你只要保持自己是一种开放的心态因为宇宙安排的能量的时候，他最在意的是他想不到是什么样的时间点让你们2个人的交汇啦。因为有的时候那个时间点没出现因为内在心里有太多的怀疑跟不相信，所以我们一直在提示说你要相信未来的发生宇宙才会确定你想走上这一条他们安排的路啦。所以这张牌其实在提醒不要太急着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慢不够格，或是自己一直不断错过了谁，不用太担心，因为命运的速度其实和命运的稳健性，其实往往比我们人所能够感知的更加的稳定记得相信很重要所以这张牌出现的时候，也象征一种命中注定的能量啦。就是你的新恋人很可能是那种会让你觉得说早就该出现的人，所以当你遇到他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很突兀然后会有一种很熟悉的安心的感觉，好像宇宙终于让你们2个旋转到对的齿轮所以你会非常惊讶这样子的巧合，愚人牌的巧合
你们可能就刚好选在同一天出门，同一个地点，同样要去买一个东西，同样的兴趣，同样去看一个东西，这样。而那种偶然的安排其实是就是我们刚讲的命运之轮，在那个命运上已经有精致的计算过，就是这个时刻。因为命运之轮也在说，最近你们会感受到一些重复的讯息啦。通常你只要看到命运之轮出现的时候，它就在提醒你说，重复的重要性，并不是重复的内容很重要，而是重复这一件事情正在暗示类似的能量的靠近。所以有重复的有什么？同一首歌在不同的地方出现，同样的数字在不同的东西上面出现，然后梦里时常梦到相同的情境、相同的脸虽然记不起来，可是你知道梦里在讲的是他。然后这种命运的重复性，其实在什么？预告类似的能量、吻合的能量、契合的能量正在靠近，你们的故事正要开始了。所以命运之轮也在提醒命运的节奏其实不是永远向上的啦。它有的时候会先带你进入某种等待的阶段。就是说，他在如果这个命运相遇是一个全球是一个地点，他已经会陆续把你或他先后带到某个位置去等待，所以你有可能会感觉到自己开始很孤单，生活很孤单，然后为什么自己都还没有遇见他？可是正是这个时候，等待这个时候，宇宙正在帮你们两个对齐，校准频率啦。所以，当你与他差不多对齐了，对的版本、对的频率出现的时候然后就在这个范围里面的时候，也就是说，你们的相遇其实有的时候就差时间对的啦。也许在生活里面很常在空间里面错过彼此，可是因为时间还没到。可是当时间对的时候，你们就会在两个人都各自回头的时候就看到对方了，会在那个时候一眼就认出对方。所以命运之轮带走某种旋转的象征啦，就是说其实你们时常是背对着背过着自己的生活，只是还没看到。但这个旋转转到了对齐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了。因为命运之轮它是在告诉你说，人生不会永远停在同一个状态里面了。你现在的孤独孤单不确定或是怀疑其实有在拖慢很多这个命运之轮旋转的速度。可是只是拖慢，但没有剔除你们相遇的时间点，只是变慢而已然后，如果你内心开始相信爱情真的有在帮你安排的时候，其实终将会改写你们的命运因为命运之轮最温柔的地方是说，它永远都在为你们转动，它终究会转到对齐的位置。你的爱情不会永远停止了，因为它就在转动，所以要相信，永远都有一个新的恋情会回来那从能量的角度来看，命运之轮代表说吸引力的开始的启动了，所以它可能也会在远方想起一个模糊的脸，在梦境遇见一个模糊的脸，他跟你是同步的然后他心里可能也产生一种莫名的想要去寻找爱情的一个冲动，想要去靠近的那个冲动，因为这个是灵魂层面的一个召唤爱情的相遇很多时候并不是偶然的邂逅，是两个灵魂在更高的维度里面已经约好要重逢。这个我们之前在很多影片都讲过，灵魂有的时候会先行于我们的肉体，他们有自己的约定，有自己的契约，有自己的召唤，在空气中、睡眠中再把彼此拉近，有这样子在更高维度的约定的一个重逢。只是命运之轮他会发现，他会去履行，会去遵照你们的命运和灵魂的召唤，帮你们安排路径。这个是我们只能用相信来确定的。所以当这张牌出现的时候，宇宙真的只要你做一件事情，就是让你的信任去变化整个路径，你的信任，你的相信。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面对一个新的学期新的工作、新的城市、新的改变、新的朋友圈，其实这些改变都看起来像跟你的新恋情没有关系，其实是命运之轮在借着这些事件把你推向那个人啦。因为当你放下那种心里有一种执念，就是我应该要怎样才能够遇到爱，我应该要做哪些事情才能够被人爱的这些想法的时候，你反而会在生活里面，在一个你自己生活的很快的自然的节奏里面，无意识的走到对方的世界里面了。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最近生活有点不稳或是觉得好像有点不顺，你要把它相信成说，或许这就是命运的一个讯息。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他可能把你丢到一个等待的位置因为只在等待一个对的时机的转动然后把你带到一个新的坐标，然后那个人其实也在转动中。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也许就差一个回头，你们两个回头的时间还没有在一起，所以就你们永远都在背对背的环境里面，就差一个回头而已那两个人其实有可能都在寻找新的方向，面对新的挑战，这样。只要有一种往前走的感觉，你在你的生活有一种往前走的感觉，其实命运就在悄悄的把你们两个的故事线拉在同一个路径上了。命运这个能量就是这个所以
我们在用命运之轮在回答新人现在在哪里的时候，其实他讲的很简单，就是他在时间里面，在你的生活的改变里面，记得要相信宇宙其实有在编排你们两个的节奏，它在让你们慢慢的对齐，再等一下，只要时间对上了，心就会对上了。那个风向就会对上了，然后你们两个就会在两个人都同时回头的那一刻相遇了，不用太担心因为时间一直在对齐，命运之轮永远都很准时不用太担心。好，这就是第一张牌的所有内容我们用5张牌来去解释5种征兆，看看你比较符合哪一个，或是你有重复出现的，那你就特别注意一下记得要相信它将会发生，这个非常重要那现在来听祝福你。来，我们来从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开始我们会有5张牌，然后5张牌给的征兆、讯息、预测，你都可以当成是独立的，它们没有任何关联我们就给你5个方向这样。那我们看第一张第一张我们要从今天的题目是问他在哪里的时候抽到教皇牌嘛？那教皇牌它在宇宙的整个，如果宇宙它要去说话有一个语境的话它的宇宙的语气是一种沉稳而温柔的。他在说他正在学习怎么爱人，也正在学习怎么成为能够守护别人的人。所以这张牌象征的信念跟责任还有精神的成熟其实正在说你的新恋人正处在一种心灵重整的阶段，所以会有什么情况呢？他可能刚从一段旧的关系里面结束，然后成长起来，然后正在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人跟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爱的关系，也可能正在生活中寻找方向，也许在准备考试专注新的工作的一个升职、提升、考核。那有可能向内在承担一些家庭成员的一些责任因为教皇牌它并不属于一种很冲动的爱情而是一种稳定、理智，然后值得信赖的一个能量值得信任的一种能量。所以这表示他正在用一种很诚实、很谨慎的方式靠近你所以因为教皇牌属于一种土的能量在爱情里面会是一种建立很强烈的基础有信任感所以这样子的爱它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它并不是一种一见钟情的一种火花的能量了，而是会让你感觉到它的靠近是一种让人安心的接近所以当它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它不会大张旗鼓的跟你告白而是用很多很细腻的行动，让你感受到你是真正的被在乎，然后这些在乎里面细节可能包括说，他会记得你喜欢的食物饮料或是你在烦恼的时候喜欢听的音乐或是你 po 一些限动你的一些喜欢的东西你在意的东西，还有他可能会在你心情非常低落，都是想要逃避现实的时候，其实他可能会告诉你一句说没有关系啦，他都懂你就照你自己的方法走就好了，他会有这种扎实的感觉啦。那你的状况的话，如果你最近觉得生活各方面都还蛮稳的，然后或者突然对于自己个人的成长这件事非常有意识、很在意的话，那在这里它突出的一个讯号，也就是说教皇牌的能量也在这个方面给你一个征兆，就是因为教皇牌它意味着说你正在同时准备进入一个更成熟的关系。那如果你心态上有这个情况出来的话，表示这份成长的概念其实他那边也有，你们两个会同步你们或是你会在学习理解爱，并不是一种占有占据，而是一种彼此的交流。然后他也会学着怎么让在爱情里面的责任跟浪漫并存所以这样子的频率呢，会让你们两个慢慢的靠近，会让你们两个慢慢的接近，会让你们两个在相处的时候，或是刚开始认识的时候，达到这一个角度的共频，就是相处是有责任的，但是也不可以流失掉爱情的浪漫那教皇牌时常也在讲的是一种体制传承有关的东西这然是你们可能会在某一个环境里面相遇，比如说学校学习的环境任何学习的环境都可以，然后大公司也可以，因为他们有一种公司的共同目标，还有你去参加一些活动，然后大家有一些共同的目标，比如说健身房的一些课堂运动的课程，看什么运动项目了比如说是瑜伽的或是一些太极的或是一些舞蹈的都可以，就是他会在一些有共同目标的场合让你们遇见，所以你们可能会因为这些学习，然后学习里面有带有任务，所以产生一些共同的连结，然后可能在公司的时候会一起完成一些专案而达成一些连结，然后会参与一些计划
反正在这里讲的教皇牌讲，就是会有一些相似的理念啦，然后让你们彼此感觉到是可以互相信赖的。那个东西，它不只是一种吸引力啦，而是会让你们内在突然有一种我很想跟他一起变好的感觉。哦，所以这里呢，教皇牌其实也在同时提醒你不要让理性压过了真实的情感了，因为有的时候它的出现会有点太温和。太有分寸，会让你怀疑说，这个只是朋友之间的一些友好跟好感吗？还是一些礼貌，而不是爱？其实啊，他只是在观察，在确定这段关系能不能走得更长久，所以节奏比较慢啦。所以他不想要让一个有好感的人，或是他知道可以走到爱情的这一条路径上太仓促。他只想一步一步的确认，这是不是身心灵各方面的层级的一种契合。这不是一种迟疑，这只是一种慢慢的确定，不是冷淡，而是一种深思熟虑了，对于两个人的未来的一种温柔。所以在灵魂层面上面呢，教皇牌，其实是一种学习如何信任彼此的一个能量的路径。它会告诉你说，爱的出现从来都不是偶然的啦，是一种宇宙安排的一种学习过程。你们的相遇不只是为了心动，而是要一起成长。也许他会成为你的导师，你也会成为他的导师。你们会成为彼此的伙伴，你们会成为彼此灵魂上面的支持者、引导者你会在他身上学习如何表达自己彼此都会，然后彼此也开始在这份爱情里面更加的理解爱情，然后两个人会为彼此学会放下过度的理智、理性和防备。所以教皇牌会让爱变得蛮缓慢的然后但是会更深刻。它不太像是其他的活水能量会有一夜的陷入一种狂热了，而是让你在生活里面的日常生活里面的两个相处的不知不觉之间开始在意这个人的存在。所以也许你会发现自己时常想起他的某个眼神，或是某个人的眼神，或者某个人说的那一句话，但是也想不起来是为什么。那这是教皇牌的它的一种魔力啦爱情是潜移默化之中建立一些基础而发生的。所以在教皇牌里面，我问说新恋人在哪里的话，教皇牌的回答是说，他在你学习爱的过程里面也许他出现的速度比较慢，但是你们两个是在走到对的方向，不用太担心。他不是那一种迎面而来冲过来的那个人，但是时间成熟的时候，他还是会伸手轻轻的告诉你说：“我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走吧。”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宇宙透过教皇牌要告诉你啦，爱情其实不是一个考试，没有谁比较好，谁比较坏，谁走得比较快，谁走得比较慢。他希望的时候，你是要保持一种真诚，温柔的对待可能发生的事情，温柔的去拥抱未来，爱情将会到来。要有这样子这份信念，宇宙才会把这一切的布局用一种命运的方式帮你安排到最好的节奏啦。但是你的相信才会让你踏上这个旅途。所以教皇牌的出现代表命运已经在书写你们的故事了。只是这一次希望让你们每一步学会什么叫做爱，然后让这份学会的爱让你们两个走得更远。再来第二张牌皇帝牌的逆位我觉得当皇帝牌的逆位出现在新恋人现在在哪的这一个题目里面的时候，气氛忽然会变得很真实，然后又带一点混乱。宇宙在提醒你它就在变动的现实里面在学着放下控制，学着重新相信柔软。这张牌在讲的其实是说这是一个正在调整自我方向的人啦。他可能外表很坚强、很理性，习惯控制一切，但是其实他内心却正面临一个结构性的松动。所以皇帝牌的逆位代表说什么？是权力的失衡，还有内在的不安。所以你将遇到的这个新恋人也许是在那种平时很有责任感的人，总是扛着很多其他人的压力，然后很渴望被信任，很渴望被仰赖、被信赖。但是最近他这一个概念的世界有所动摇了，也许是工作上面的变化，或是家庭各方面的负担太重，或者是一段让他受伤的关系他还没完全恢复过来。但是这些东西都推动他什么？让他不得不重新检视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所以你遇到的他，这时候的他，就像我想一下，就像站在山脚下，然后准备往山上出发登山。看起来他好像准备所有东西都看起来很稳重，其实他内心充满了蛮多的不确定的，因为不知道山上会有什么。所以这张牌的能量算是一种火能量的失衡啦。因为火原本是象征某种很强烈的行动跟意志，
可是当他在逆位的时候呢，火变成一种忽明忽暗的感觉，代表他内心的一些拉扯啊。他很想前进，但又害怕受伤害；他很想表现，但是又害怕失败哦。所以这张牌其实在讲什么？他现阶段正在学着如何感受自己的脆弱。那他可能在网络社群上 po 文或各方面都表现得很风光、很有自信、很有主见。可是其实他现在私底下却陷入一种自我怀疑，很深层的自我怀疑。然后怀疑什么？如果我不再那么坚强了，还会有人喜欢我吗？还会有人欣赏我吗？现在处在这个状况。那宇宙在这个时候让你们的频率开始接近后，正是因为你的能量啊，带着一些温柔跟他所需要的理解。你身上有那一种不急不躁的节奏的话，请你保持下去哈，因为那种愿意倾听的特质啊，会在这个人的混乱的阶段里面成为一种安定的信号。那当他靠近你的时候，也许不会用非常明确的方式表达，但他的眼神会透露说：“我觉得和你在一起可以喘口气，可以让他变得比原本的自己的世界更加的自在。”这个就是皇帝牌逆位要给予的爱的一个状况。它并没有很浮华，没有很华丽，但是它会非常真实的靠近一个人的脆弱。所以啊，这张牌也暗示说，他目前可能正在一种退场，退去离开某种旧的能量，可能刚离开一个他需要掌控力很强的一种关系，或是一个责任他希望从这些枷锁里面解脱了。只是他需要一段时间学习什么叫做不需要再去证明自己的价值才能够被爱。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学习就是不需要去证明自己的价值才相信自己可以被爱，这是两回事。你不需要去证明什么，你都可以被爱啦。所以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呢，他会慢慢的看到你的出现，然后因为你的存在不会去挑战它，而是让他重新认识爱情的那一个形状。所以有的时候皇帝牌的逆位的讯息啊，也会照应到你自己身上了。也许你在学习如何放下控制，学习不再急着决定关系的走向。那任何关系在遇到的时候，双方都能够找回平衡重新找回那个平衡。因为爱情从来就不是谁强谁弱，谁主导谁听取这样，而是两个人都学习用很诚实的面对的彼此的脆弱的方式在一起啦，不然谁保护谁？当然是两个互相保护啊。所以如果我们用画面去感受这张牌的话，其实它比较像是一个原本有穿着盔甲的人然后他把那盔甲卸下，然后坐在可能在午夜里面抬头仰望着星星然后那一份寂静安静，其实不是代表他的人很孤单，而是很诚实。诚实什么？他不再假装自己可以什么都控制，什么都保护，什么责任都在他身上。然后宇宙整个星空让他只停留在那里，跟自己在一起，只跟自己在一起。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要他学会说，有的时候真正的力量是不必一直撑着的，你也该放下，放自己，放轻松这样。所以回到新恋人在哪里这个提问的时候皇帝牌逆位其实在回答你说，他其实他正在成长的那个空档里面，然后在学习如何推下盔甲的过程里，因为这个过程会怎样让他变得很真实。也因此，当他非常想靠近你的时候，也是用一种非常真实的心而靠近你，没有任何的欲求啦。所以当他出现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他有点防备，有点拘谨，甚至说话的时候也会有点卡住，有点僵。其实那不是他冷淡了，而是他正在学习如果在爱情里面怎样放轻松。所以别急着要求一个慢慢要靠近你的人要成熟完美因为这张牌正在说明一件事情是。他正在成为那一个你需要的人，你期盼的人的这个路途中，所以不要拒绝的这么快。所以皇帝牌的逆位出现在提醒你一件事这段命运的牵引会比你想象中的再慢一点啦，但是会比你以为的更深刻、更真实。因为当他很坦然的做自己，他现在是非常想要坦然的做自己的阶段然后也非常不想被所有的外在的责任所压住他也不想要用理性来假装自己有多强所以其实你在遇见他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人。所以现在你应该要相信那个过程。然后你只是在不同的时空平行着，也在过那个过程，所以他现在可能不在你身边，或是也没有那么好。其实不是距离的问题，而是等他学习完了之后，他才知道怎么去好好的拥抱你。等他学会了，人生一定要必须很强悍的这个自己，他把它放下来之后那就他也会发现，你也会发现，其实命运已经帮你们两个人铺好相遇的路径了。然后会在一些你们都没有发现的地点重叠，然后会相遇，只是要再等一下皇帝牌再等一下。来第三张第三张牌就战车牌了。
当战车牌出现在新恋人在哪里这个主题的时候，宇宙的能量其实它突然就明亮起来了。他在说，他正在往你的方向前进，只是速度会比你想象中的更稳，而且更有计划。因为这张牌象征了一种行动，还有目的的前进，而且掌握了明确的方向了，代表你的新恋人正在从混乱之中的生活里面找到自己要走的路，并且这一条路是有指向你，一步一步的靠近你。战车牌其实它是一个水能量的牌，可是它其中也有火能量的冲劲哦。那水能量让它更有感情嘛，这表示说它不是那种漫无目的的一种流浪者啦，而是心里确实是有一种非常明确目标的方向的一个人。只是他走得很安静，不会很张扬啦。他现在可能正在忙着自己的学业呀，展开自己的新工作，然后专注在自己的个人的成长上面啦。那这一切所有的一个故事线的努力都跟爱情无关，这看起来表面上没有，但事实上这些努力啊，正在怎么讲，合着命运所为他打造的一些地基，一种路径，慢慢的往前走。当一个人准备好掌握自己的人生的方向的时候啊，他就会自然的走进跟他同样频率的那个人的身边，也就是你。所以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如果你现在有一些明确的方向、行动、目标要走的话，你也往那里走，你们的频率就会对齐。所以这里其实在讲你们之间的距离啊，其实正在被命运所缩短啦。你可能还没有见到他，但是会有某种很可靠的感觉的能量已经在流动了哈。这种靠近不是肉眼可以见到的，而是那种你突然会有预感到说好像有什么新的故事要发生了，然后你开始变得更有活力，对于每次出门各种东西表达自己外在的东西会更想打扮，然后很难待在家里，很想探索整个世界。其实那个并不是偶然的啦，而是这是战车牌的一种能量，让你的灵魂感应到了有一个人正朝你这里走来，所以你想要走出去，去快速的遇见他。因为战车牌也是一张关于一种决心的牌哦。你的新恋人啊，可能是一种外表冷静，可是行动力很强的人，对感情很少说漂亮的话，但他会用非常实际的方式去证明他是属于那一种，当他想要靠近你，他就会用全力去尽情的去做、去实践的人。比如说他想要一份爱情，或是爱情在他眼前，然后他会去把它具体的显化出来的人啦。可能也有可能是他主动约你，然后帮你处理一些事情，或者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哈。因为他的个性并不喜欢猜测，他不喜欢暧昧啊，然后他喜欢两个人是并肩同行往未来走去的一种感觉啦。所以这张牌同时也反映出一种内心的挣扎哈，就是说他来靠近你之前啊，他可能也先克服了一些内心的一些矛盾啊，也许是过去失败的一些感情的阴影啊，或是对自己的某种不确定。我觉得他现阶段的他其实也在学着相信爱情不会让他失控，很特别啊，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可能是恋爱脑或各方面的，他知道爱情会让他失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还没有完全看到他了，因为他现在正在整理自己心里的那两个奔驰的马之类的，一个象征理性，一个象征情感啦，所以他在这个平衡点上的时候，他必须要让这两个东西都在同一条路径上平平稳稳的走向你哈。所以在宇宙的角度来看，然后战争牌其实意味着说命运已经正在被推动到两个人交汇的位置，你的生命的节奏啊，他的节奏啊，其实都在同步啦。也许你最近开始接触一些新的兴趣、新的环境，或是突然有想去的一个旅行，或是想要对于自己的生活环境一个转换场景的一个概念哈，如果有出现的话。这些看起来是随机的灵感，其实是宇宙正在引导你，要往跟他那边相遇，因为那个人可能就在那个新的位置、新的地方，也在这一个往前迈进的这一个路径上面，然后他也有可能出现在临时改变的一些计划里面所以不要排斥这些随机变动的一些状况因为战车牌它本质上带来的东西叫做胜利啦，这个胜利的讯息，其实它提醒你爱不是等待谁来拯救。而是你要主动的去开启人生的方向，宇宙才会派出那个与你并驾齐驱的那一个人。也就是说，当你越积极的活出自己的时候，它就越容易被吸引了，因为你发出的讯号会变得很清晰明亮它是那一种我已经准备好迎接爱的一个能量了。所以要用画面去想象的话，我觉得这张牌带来的氛围比较像是说，这一个战车在星空之下朝着你迎面走来，然后车上的他、马车上的他、战车上的他，眼神非常专注，没有犹豫因为他或许还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可是他知道要先把你找到，让你上车，一起往共同方向走，这个是最重要的目的所以
这个就是所谓的命运的推动，不知为何一定要走向你，这就是命运的推动。所以战车牌要回答说新恋人现在在哪的这个提问呢，我觉得他会这样子讲，应该就是说，他就在前往你的位置的路上，然后只是在这个路径上，他正在克服自己心里的恐惧，还有一些现实压力的阻碍，这样，所以他往你这边走来是势在必行的，他不是静止的，他在动，然后他也没有迷路，然后他还在他认为准确的路径上面正在四顾张望的在找你哈，所以宇宙牌在战车牌是想要让你知道啦，这张牌啊是代表说爱已经往你这边移动了，不久之后你会感觉到生活的节奏会有所改变，会有新的连接、新的朋友、新的邀请哈，然后有可能有很多新的项目会陆续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这表示什么？它所带来的一个新的生命力。好，新的能量已经跟你的生活有所重叠了，碰撞出一些新的火花了，表示这个命运已经在转动，你往你这边走来。所以战车牌在这里被抽到出现的时候，请你不要怀疑哈，不要怀疑，你们的相遇已经在发生的路径上面了。好，来，在第4张隐者牌的逆位哈，其实当隐者牌的逆位出现在新恋人这个题目在哪里这个题目的时候，语气其实会变得比较静隐，又有点孤单啦。其实这张牌在说他其实离你不远。只是他还没有走出自己的世界，他可能需要一段时间跟经历关于自己的成长的过程。所以，与其说他在找爱，还不如说他在找现在正在找到重新爱你的勇气哈。记得我刚刚说的这5张牌都是不同的讯号哦哈，所以它跟战车牌会有一点相似是正常的哈。那这里在说的是，他现在的阶段是他在让自己重新相信爱，因为他这一个相信爱的勇气最近好像失去了哈，在隐者逆位的时候我在暗示。那隐者逆位的能量啊。其实它是一个土能量，可是混杂着某种风的思考的混乱啊。因为原本正位的隐者是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提着灯哈，然后愿意面对整个世界的真相的人。可是当他变成逆位的时候啊，那盏灯就暗了哦，象征你的新恋人正在跟自己的孤单拉扯。所以他可能在夜里常常会想太多，怀疑自己是不是值得被爱，然后是不是又要重蹈覆辙了，然后在爱情里面。其实他并不是拒绝爱，而是还没有准备好被你看见了。其实新恋人已经在你的能量范围里面了，却没有勇气走出来，所以他可能是你身边的朋友、同学，或是网络上会给你留言的人，又或者是你偶尔觉得他有话想说，但又是忍住的一些朋友，其中一个朋友对话这样。那他在观察，也在等待啦，因为隐者逆位的他，可能外表会变得很冷漠，很话比较少，但其实心里有很多的温柔想要释放，只是害怕被对方误会。所以这张牌也反映了他正在疗伤了，所以也许他曾经被爱情忽略、被背叛，或者在爱里面被误解了非常多次，导致他现在整个心意里面学会了什么？先把自己藏起来。所以他可能对外表表现很独立，然后甚至有点顽固，只是那是因为他保护他的方法、保护自己的方法，他选择的。他的灵魂其实藏得很深，然后像是一个深山里面，结果竟然有一个湖泊那样安静的，然后看不出来有风在吹。可是那个湖底藏着无数等待浮现出来的一些情感啦。所以宇宙牌用隐士牌的逆位，其实是要让你知道，也要让你明白，说这个人不是不来，而是他还在回来到你身边的这个路上。其实跟战争牌有点像哈，只是他的那个概念比较不同，都还是朝你这边走来啦，只是整个本质上的心意不太一样。所以隐者逆位的他在讲说他正在学习如何从孤单里面走向跟他人的连接，然后如何从安全感之外再次打开心房去冒险啦。他需要一些时间，然后也需要遇见一个能让他觉得不用再假装的人啦。那当然就是你啊所以当隐者牌逆位出现的时候，象征说你们之间可能暂时没有明确的行动跟交流，但是能量上已经有所连接了。所以也许你会突然在梦境里梦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啊，或者在脑海里出现一些陌生的名字之类的。或是好像有点记得又遗忘的名字或人这样，然后日常生活中总是会有一种觉得奇怪，我怎么感觉不到我自己的孤单，好像有人在想念着我。其实这些都不是一种幻觉，而是你们的灵魂有在互相的呼唤，在召唤有所感应。可是只有隐者牌知道，而你们本质上并不知道，因为这张牌的画面比较像是说，你们两个在这个灯光所照拂之下，其实还隔着一种雾气不太看得清楚，所以他可能正在夜里，在梦境里，试着在心里提一盏灯然后再寻找说到底是谁在等他，而你就是那一个远方的一个微光，让他照出好像人生有一些方向感。这个是灵魂的对话。所以这边在讲说，如果你现在的生活越是发亮，越是稳定，越是真实的话他反而比较知道怎么去找到你，
有这样子的灵魂的意识哦。所以隐者牌的逆位在提醒你哦，爱情有时候并不需要去救谁啦，哦，是当你看到有人还在黑暗里面啊，然后最好的方式不是把他拉他出来，而是让自己发光，让他自己找到路径走出来。当你越做自己，越诚恳的活出自己的时候，享受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你身体所散发出来的那一份光，会引导你的新恋人从阴影里面走向你。因为真正的爱不是拖着走了，而是被彼此的光所吸引。所以他现在正在改变，然后正在学着对整个外界在打开新的话题，学着不再逃避情绪，学着让别人靠近这些都在讲什么？他现在的他不是原本的他，他以前的他应该比现在更开朗。更能够接受这个世界，只是因为他现在的脚步还不稳，可能因为中间有一些事情的伤害让他退缩了所以他可能有点往前一步又退两步，往前一步退两步，但是他相信宇宙有在为他打开一些节奏，打开一些门，所以他才要试着往前，会慢慢的进步。所以你会发现有一天他会自然的走到你的生活里面，像朋友一般，朋友的朋友一般，或是工作里面新的角色出现，像什么都没有很重要，可是却是一些命运的安排，自然而然的出现在你的生活。所以隐者逆位牌其实在回答新恋人在哪里，这在告诉你说，他其实就在你的世界的边缘，比较远，但他已经进来了，只是他慢慢的要从你身上的光芒里面找到方向，慢慢的往你这边走来。所以其实他现在有可能已经看到你了，只是他还没有开口对于你的在意或什么说出口，但是其实你的生活里面已经感受到有被充分的爱所包围，所以你现在的生活其实有一种蛮丰沛的感觉，你很能做自己，很能喜欢自己。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充斥着他想往你这边转的那个爱的方向感，被那个东西包围，也有一些重叠性。所以隐者逆位在告诉你说，宇宙其实最后在提醒你的是说，不要急着去把这个人找到，不要急着去打开门，不要急着去敲开那一个没有打开的门，因为有些灵魂需要时间去学会自己把门打开，要等一下。你只要成为他那一个在窗户边看到外面的那盏光，他打开门之后，他可以在黑暗中走到路径的那个光就可以了。所以当他准备好之后，他就会依循着你的光芒走过来的啦，然后引导他走过那片迷雾。所以你会发现说，他其实不是忽然出现的，而且他早就在你身边了，只是你的光够足够的时候，才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个明亮的眼神正在看着你。这就是隐者牌逆位在告诉你的再来最后一张牌星星牌我觉得星星牌在新恋人在哪里的这个问题里面我觉得它的能量是有点透明又温柔的，因为宇宙在对你微笑，他在微笑的对你说，这个人新恋人他正在被希望所引导，正在朝着你的光前进。你看其实星星牌、隐者牌、战车牌，虽然我们说它是独立的讯息，可三个都在讲一件同样的事情是什么？有方向感。而那个方向感是什么？你的光芒，都在讲一样的事情，只是用不同的角度在讲。虽然你们现在还没有真正见面但是你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道方向感，只是从熟不熟悉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大概有感受到了。即便是不认识可是因为你们的能量很接近的，他其实对于自己心里的黑暗面也感觉到有一点点微光出现，相信光芒。就像黑夜里看到某颗比较亮的星星，他觉得那个光其实没办法照亮他，可是却能够指引他方向，也有可能是这样子的一种灵魂的召唤所以你现在自己过得够好，你就会成为新恋人的引导。这件事情在这整组牌很重要，所以星星牌象征一种信任、疗愈跟未来的召唤所以这张牌的出现意味着你新恋人正在走过一个灰暗的时期，开始重新相信幸福的一个路径上，跟前面牌一样。只是他或许曾经觉得被很多事情压着喘不过气来了，有可能不是爱情，有可能只是现实生活，但是当然也会回味到自己在感情里面有一些受伤了，让他一度怀疑说自己能不能再去爱可是我觉得就在他心里的门正要完全关上的时候，就在那个细缝里面看到你的那个悄悄的光芒在他在生命里面有出现。这为什么？这个就是因为你们的频率在对的时间的时候共频了，所以他会在这个门的细缝里面看到了某种属于他的光芒，跟他能够引领他再走出去的那个光芒。那星星牌本来的那个水能量，其实也符合着某些风能量因为它，应该说它本来是风能量啦因为风能量，因为它是水平的能量，风能量，然后复合着一些水能量啦，想讲反了。那这个风水能量的时候，带来了很多交融的感觉，是爱情，它不是一时的浪漫的啦，而是一种重生。这意味着说，你的那个恋人正在
远方跟你产生某种无形的共鸣啦。所以你不需要做任何特别的事情，只要保持一个真诚、乐观、柔软他就能够感受到你们灵魂之间的一些连接。它这个连接不是靠近，而是靠频率的对频。所以这张牌很像是一种温柔的灵魂的互相的承诺，好像灵魂在互相告诉彼此是说，不用担心，爱正走在回来的路径上面。所以现在的你只要不要怀疑，去相信爱正在靠近，也不要逼自己去遗忘旧的痛苦，而是用更开放的心去迎接新的未来，新的爱情会到来，这样就可以了。因为宇宙会照着你们内在的心意去安排你所要的渴望的路径，所以你必须要先相信。星星牌在这里出现的时候，他讲的是说，很多事情总是在一场风暴之后，他才会告诉你说，其实你并不孤单。这些你撑过的混乱，撑过的一些痛苦，其实不会白费。那些你曾经哭过的夜晚失落的时刻你以为没有人理解你的那些心酸其实都会成为你发光的一个能量。也正因为如此新的人就会在这些新的光的能量被你吸引而往你这边走来。所以他会在你所散发出来的光里面找到勇气。他可能还没有看过你，还没有见过你可是灵魂已经在非常靠近的时候，感觉到有这个存在，而相信他只要往健康的路径走之后，这个世界还是有值得等待他的爱情会发生。其实他现在大概有这个感觉，所以你现在过得好，让你自己更发光，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他现在如果看到某些场景、某首歌，或者某些熟悉的一些感觉的时候，心里会突然安静下来，然后仿佛在跟自己说：“其实有爱在等着我，我相信。”所以我愿意再试一次。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因为这个就是星星能量的运作。就像我刚刚讲的，星星牌能量就像在一个午夜的星空，突然一颗星星亮了起来，它带来那一种些微的希望感，就是这个因为星星牌也象征一种远距离的吸引，多远不知道。就像你看到那一颗星星，为什么看得到？因为你被它吸引了。所以你的心恋人可能不在身边，甚至处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学校、不同的生活圈、不同的工作环境这样。可是这里星星牌一出来，就代表说命运已经帮你们的轨道连接起来，而且在拉近、在靠近了。其实我觉得，其实已经很靠近了，只是那一个方向感现在才出来。所以你不需要焦虑何时要遇到他，你只要继续往前，你就会发现说他其实有在跟上。因为你很像某种星星在引导他往你这边靠近，会走来。所以星星牌这里其实也在提醒无论你跟他都要保持对未来的拥有怀抱希望的这个节奏。你孤单的时候，他孤单的时候，都不要急着去怀疑爱会不会到来，因为这张牌在说爱其实已经在路径上了，只是速度的问题，还有心理的焦虑要让它淡一点。因为星星牌代表说要等待某种奇迹的发生，那种你不抱期待却忽然发生的事情，这就是星星牌的能量。它会不吵不闹的就突然出现那你不用去找，它就会让你看到。就像我刚刚说天上的星星，你不用去找，你一抬头它就是最亮的，是这样子，只是视野的问题所以我们用画面来形容这张牌所带来的话，那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一个夜空，你抬头看到的就是那一颗星星，那个就是他抬头在失落、失望、绝望的时候，他抬头看天上星星的时候，那一道光，那个就是你所散发出来的那一种灵魂召唤的能量，他就突然觉得仍然有方向在指引他只是要有那一个他想抬头的时机，就是说他想要去拥抱新的未来的这个时机。抬头不是只是一个动作，而是你对自己怀抱新的希望而抬头，而去拥抱新的未来，相信未来还在等待你的这个东西要出来，你才有办法去靠近未来所以当我们在星星牌问说新恋人到底在哪里的时候，其实星星牌在说他在你内心仍然保有的希望里面啦。然后往这些希望迈步的时候，你会进入那一种疗愈的旅途啦。所以也就在你发出的光的方向的里面的时候，把它指引过来了。所以你要过得很好，才把它召唤过来，宇宙才会有力量把它往你这边推进去那宇宙这边也在最后再提醒不要太在意时间，因为星星的能量不会迟到，只是我们很难捕捉到底是哪一刻。但是星星牌出现了，就表示有在过来的路径上。我们已经讲3张牌都在讲我在过来路径上星星牌讲了一次隐者牌讲了一次，战车牌又讲了一次所以不要太担心它不会过来，它会过来的。然后这边星星牌再讲一个，你一抬头会看到的那一颗星星，就表示它是属于你的星星，也就表示真正属于你的爱不会为你，或是不会，它会为你而发亮，它不会熄灭了
好，所以要相信，要拥抱未来，要相信未来还有一个爱会靠近，那这个路径你就会走上。好，那就这样哈。那这是第二张牌的所有的内容哈，希望给你一些不错的方向。记得这5张牌是独立的讯息，但是虽然有所关联，但它只是会把一些点强化，所以你就把它捕捉到就好了。好，那这样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